最近很常被朋友问到怎样来荷兰，他们告诉我他们没有很好的学历，也只能用一般基本的英语交流，或是他们现在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但不知道该不该辞职来荷兰打工这件事情。我想既然夏天快到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有关于荷兰季节性的工作签证。或许这个短暂的工作签证可以让你和家人有机会体验到荷兰的生活和荷兰的工作文化，也可以自我判断荷兰是否真的适合你。嘿，大家好，我是小云。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荷兰季节性的就业签证。实际上荷兰是农业强国，也是园艺大国，而这个季节性的工作签证是专属于这个行业，它是一个为期6个月的临时工作签证，也只颁发给在农业工作的工作人员。所以如果你申请这季节性的就业签证，就意味着你来这里是从事农业和园艺的工作。在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个临时的就业签证是无法让你将它转换成永久居留。不过这6个月你可以携带你的家人一起来体验荷兰的生活和工作文化。这个签证在语言上也没有要求，你无需要拥有雅思或其他英语相关的文凭，你也无需要学荷兰语，即便你现阶段的英语非常不流利也不成问题，只要你可以用英语做基本的日常交流就行了。这个签证所有的手续费，包括申请费用，都是由雇主来承担，所以在费用这一方面你无需太过担心。实际上，虽然说你自己无法将这个签证最后转换成永久居留证，但是如果你在工作期间表现良好，雇主对你非常满意，并且有意愿将你留下，那么你的雇主可以帮你申请一般的荷兰劳工签证，这之后你就有机会申请永久居留。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季节性的就业签证只适合来自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的朋友。如果你是来自欧盟国家、欧洲经济区和瑞士，那这个签证是完全不适合你的哦。我想这时就有朋友会问，这个签证申请过程需要多久的时间？荷兰移民局的官网说了， IND 有90天的时间来决定你的申请是否通过。不过如果你的雇主是 Recognized Sponsor， 那整个申请过程只需要2个星期的时间。有些朋友可能就会想知道，这个签证有没有年龄的限制？据我所知，这个季节性的就业签证没有年龄的限制。我在荷兰移民局的官网里查看过，我也没看到有关于年龄限制这一项。当然，你必须是到了合法的工作年龄才会被录取哦，也就是说，你必须是18岁以上。如果你刚大学毕业，对自己接下来的人生有点迷茫，或是你很想体验荷兰的生活和工作文化，但至今还找不到出路，那你可以尝试申请这季节性的工作，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哪怕你会怀疑自己被录取的机会很渺小。但当这个机会照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不要轻易觉得自己不行。当你觉得自己不行，你还真的不行了。当你觉得自己行，你还有可能成功一次。虽然这背后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今天我们选择尝试去申请这一类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自己本身变成那个正确的答案。所以现在我告诉你，你一定会成功，他告诉你一定会失败，这些意见你都不要听，因为你只有选择尝试去申请的时候，你的答案才真正的交在你的手上。我们现在来看看荷兰农业类的工作有哪几种。3月到12月就是摘草莓的季节，这一般都是室内工作，所以工作环境属于比较轻松，但很大可能是要在高温下工作。3月到10月是各种各样的蔬果收成季节，像苹果和梨子收成的季节就是从5月到10月。不过采摘的工作会比较辛苦一点，它是属于户外工作，然后要备一些果子，其实蛮重的，而且有些需要爬梯子上树采摘的。如果是遇到花季，也就是从5月到10月，那你可以选择去做花农，比如说摘郁金香，但这也是户外工作。
占的时间会比较长，是纯体力活哦。最后的就是肉场的工作，在肉场虽然不用风吹日晒，但工作要比农场累得多，我个人觉得场面也比较血腥哦。好，我们再来看看有哪一些网站可以申请这一类型的工作。首先我们来看刊登在 Findaso 的摘草莓工作，雇主会提供住宿，也包水电和煤气。你可以将你的履历以英语、波兰语或是罗马利亚语发给他们。在你发你的履历给雇主的时候，也要告诉他们你是否会携带你的家人。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你一定要让雇主知道，雇主需要帮你申请季节性的就业签证。再来的就是 Recruitment FHS， 在这里你要先打进和农业相关的关键字，像是 Seasonal Work Picking、Agriculture、Horticulture， 之后你就会看到相关的空缺，然后你要一个一个点进去看。比如说这个关于常春藤和其他盆栽花卉的生产，他们需要一个可以工作最少4个月，会说英语，也提供双人住宿，没有年龄的限制，不过必须是20岁以上哦。同样的，在你发你的履历给雇主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他们你需要季节性的就业签证，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最后一个就是 bamwork.eu， 这里的选择会比较多，它包括肉场、植物类、蔬果类的工作。跟之前的一样，你只需要打进和农业相关的关键字，然后一个一个点进去看，之后选一个你认为比较适合自己的工作。比如说这个摘草莓的工作，这里说了每小时的工资是 11.75 欧元，每星期发一次工资。他们提供住的地方，不过需要自费哦。每星期的租金是 96.5 欧元。如果你会说英语和拥有国际驾照都是加分的。还有一点就是在你发履历给雇主的时候，一定要告诉雇主你需要季节性的就业签证。除了这些，其实在 LinkedIn、Glassdoor、Monsterbot 都有属于季节性就业签证的农业工作，你都可以到这些网站去查询。查询的方法就和之前说的一样，打进和农业相关的关键字就可以了。我为什么总是鼓励人们选择去尝试？因为它背后可能意味着各种各样的答案，而如果我选择拒绝去尝试，它背后可能只保留一个问题，就是当初我为什么拒绝尝试？为什么拒绝？因为我们习惯了先入为主的主观意识，我们习惯了告诉自己我一定不会被录取，而那些成功的案例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们总是生活在别人的人生经验里，但我们却不会成为别人的人生经验。我认为人的生活是由非常非常多的碎片组成的，所有这些碎片都是喜忧参半。我从来不会说来荷兰工作和生活之后，你就一定会变得不一样了。但如果你的未来蓝图少了个人的行动力，你的计划将永远只是计划。这时我们去谈论更遥远的未来，其实都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我更愿意看到你愿意踏出第一步去尝试。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会把今天所有的连接都写在资讯栏里。如果你想知道有关于如何在家也能安全的在网上找到荷兰的工作，你可以参考我这一支视频。我是小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